女子繼承了一座中世紀城堡，為了負擔起高額的房產稅，只能與男友一起將其翻新改造再經營。3年的時間很快過去，他們也從情侶結為了夫婦，並且即將迎來愛的結晶。但由於城堡需要維護的地方實在太多，達芙妮即使挺着個大肚子也沒有閒着。之前他們在馬廄裡打造了一間藝術工作室，現在他們計劃從這裡把電力輸送到農舍，以後租出去給攝製組拍攝就會方便很多。所以他們又找來了電工弗洛幫忙。他們首先逐步地查看了一下農舍的情況，結果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嚇一跳。這些舊線路基本已經沒辦法繼續使用，與其在舊線路上修修補補，還不如乾脆全部拆除重新布線。對於電路，伊恩還不敢貿然上手，因此改造工作只能全部交給弗洛完成。他首先要把舊的線管給拆除。原本他們打算直接從房子底部穿孔把主線給接進去，這樣施工最直接省事。可沒想到這棟老房子的石牆實在太厚，普通工具根本沒有那麼容易打穿。沒辦法，只能改變策略。他們來到室內，開始尋找新的穿線位置。為此，他們還爬上閣樓查看結構，之後又一路走到地窖裡尋找方案。這時候才發現地窖裡居然還藏着一口水井，這個發現倒也是一個意外驚喜，以後就可以利用起來澆灌花草樹木，長年累月還能節省不少的開支。經過一番查看後，他們終於在地窖下面找到了比較適合穿線的位置，接下來就可以開始主線的鋪設工作。以前的達芙妮，不管是城堡修復還是婚禮籌備，基本都是自己衝在前面，但現在她必須學會把一部分工作交出去，這對她來說其實也是一種新的成長。於是她找到了一個靠譜的幫手，負責協助婚禮籌備和銷售相關的工作。艾洛伊斯確實也沒有讓人失望，各種事務都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條。而這也意味着，這座城堡不再只是達芙妮和伊恩2個人的故事，它正在慢慢變成一個更完整的團队。但城堡這邊的問題可不會因為達芙妮懷孕就變得消停，尤其是地牢上方的露台再次出現漏水。這個位置在他們剛接手城堡時就做過一次修補，可3年過去之後，裂縫又開始滲水，這說明簡單的修補已經沒辦法徹底解決問題。所以這一次他們請來了專業的維修人員進行勘察，分析漏水的真正原因。最後發現問題並不是表面裂縫這麼簡單，必須把露台表面覆蓋的一層水泥去除，才能看清楚下面真正的情況。施工開始後，工人先把表層水泥一點點清除。隨着舊水泥被撥開，問題根源也終於暴露出來。原來上面的積水一直無法順利排出，水長時間囤在這裡才會不斷往下滲。想要徹底解決，就必須重新調整露台地面的高度與坡度。於是他們決定把整個露台地面抬高，重新鋪設防水層，然後鋪上石板。這樣一來，不僅表面更加平整美觀，排水邏輯也能重新建立起來。隨着材料準備就緒，他們先拿來高壓水槍對護欄進行清潔，把表面的陳年污漬沖刷乾淨。護欄清理完成後，真正的防水施工開始。他們先在露台表面鋪設防水膜，這一步非常關鍵。接着就可以用沙子墊高地面，但這不是簡單把沙子倒上去鋪平就完事，還要根據排水方向做出相應的坡度，這樣雨水才會順着坡度流走。沙層找平之後，工人開始鋪設石板。這種乾鋪工藝施工非常簡單，直接在沙層和石板背面澆上水泥漿，再把石板擺放到位敲平即可。不過優勢也非常明顯，首先就是找平極其方便，施工速度快，其次就是排水性能好且不易積水砌拱。經過幾天的施工，城堡兩側的露台改造工作終於完成，以後下雨再也不用擔心繼續漏水。這就是城堡改造最真實的地方，它不會每天都有驚天動地的大變化，更多時候只是修一段電路，清理一處護欄，或者是重新鋪一層防水，把一個反覆出現的問題徹底解決。但也正是這些細小又瑣碎的工作，才讓這座城堡變得越來越好。